那女鬼为什么专挑读书人下手？书上说，她曾身披嫁衣，却被心爱之人抛弃。不过这种山水志多是杜撰，不必当真。哼，女鬼有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他有种出来试试，都不用阿良出手，陈明安一拳就能把他打趴下。陈明安，我想尿尿。你就近解决，我在旁边守着。万一真遇上鬼怎么办？怕什么？阴神前辈不就是鬼吗？对啊。小白，胆子大点。李花出事了！有鬼！有鬼呀！凶手，那领导上！还有那边的！出现我吧！大家都站在我身后，小心！诸位莫要近身，这小儿辈污秽缠身，邪乎的很。道长，救救我哥！救救我哥！人来可冲之，鬼来可做山，千邪弄不出，万邪弄不开。退！神仙显灵，多谢道长相助。贫道名叫贾胜，道号玄谷子。这枚辟邪符是贫道以福泉绘制，可驱邪避灾，保你们周全。只需70文。我买，我和哥哥一人一张。那我。太好了！这演的也太差了吧！小镇丑陋，外面都没知情。看破不说破。哎呀，我看诸位远游至此，已有血光之灾呀！老道，你不是瞎子吗？怎么看到的？贫道看人不看皮囊，只需心观气象。萍水相逢也是缘，我这儿还有些剩余的辟邪符，可帮诸位驱邪避灾。便宜些，每人50文，怎么样？感谢道长，但符纸就不买了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哎，此山大有古怪，诸位还是要有备无患呐。我们儒家圣人有教诲，萍水相逢，不与怪力乱神。罢了罢了，佛家不渡无缘人，道门不救蒙蔽汉，你们自己小心便是。哎，看这天色，山雨欲来呀！起来，没用的东西！师傅，咱们演的那么卖力，那伙人还是没上钩。老夫虽目不能视，但是心明如镜。那些人不简单呐！上次三指山辛辛苦苦一场捉妖，最后赔的精光，半文铜钱都没挣到。这回要是挣不回来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。师傅，你不是常说我们修道之人要有平常心吗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教训起师傅来了！小杂碎，也敢对你师傅起杀心！师傅，你就放过师兄吧，我答应师傅，3天之内争取多给师傅1记符拳。不是争取，是必须。
下了车，饭都要晃出来了。公子，马儿突然受惊，不愿前行。王国的皇亲贵戚，连马车都驾不好。畜生鼻子灵，这可不是活人走的路。无妨，前行1里，再向东拐3里，就能上官道。看来国师大人读了不少圣贤书吧？在外不许叫我国师，我的话你当耳旁风了？想杀我？要不要取出几颗困龙钉来，让你恢复点修为，多点胆量？公子，奴婢错了。知恩图报的道理，封神谢氏没教过。看看余路，王国太子还鞍前马后伺候我，他心里会没有怨言？只是比你更会当狗。这次远游，你们切记不可暴露身份。是，公子。哎，陈平安要知道地图被我动了手脚，别说收我做徒弟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啊，不过我可以把脏石头泼给你嘛，反正我现在是崔东山，不是你崔禅喽。无名山岭凶主蛰伏，没了阿良，看你撑到几时。燕子低飞射过道，马一般加山白毛。月亮升毛，大雨冲号，天上挂满鲤鱼斑，明日山谷不用烦。那老邓真说不下去。我们好像一直在绕圈子，这片森林不对劲。怎么了？难道是这张山水形势图有问题？还是说，我们已经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？陈平安，从刚才开始，我就感受不到阴神前辈的气息了。要不我们往回走吧？不行，我曾经听龙妖的姚师傅说过，在山中遇到鬼打墙，是被不干净的东西遮住了眼睛，这个时候绝不能走回头路，否则会越陷越深。那这该怎么办啊？有种土法子，是男孩向暗处撒泡尿，或许能破这障眼法。尿不出来呀！小叔叔，你看那边，师娘，我们是不是撞鬼了？别慌，既然走不出去，那就看看这鬼打墙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名堂。好重的妖气，竟能引动山水气候的变换。小九儿，去福泉。小伙子，随我除魔。天天道24山有金山银山，道殿24山有龙潭虎穴。师傅，子时。区区邪祟，乘着五雷轰顶！来，尽管来，全都化作贫道的无量功德。师傅还有一只在你身后。竟是一尊阴神，境界不低，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子时方向。追！大家靠近，别走散。这不是我刚才尿尿的地方吗？师傅啊，我们是不是真撞上鬼了？进必贵，少必难，轻必重，去必难。宝平，宝平，你们在哪儿？等我。这灯笼，我
非是那书中女鬼的手段。宝平，李怀，李守义。不行了，求求，不要丢下我！是宝平他们。破丈夫。这么多贵客，1、2、3，有3个读书人，到底哪一位是如来劫子呢？我们只是路过此处，无意打扰。可否请小姐放行？小姐，没看到我的衣饰吗？叫我楚夫人！我来晚了，帝释前辈，居然有一尊阴神护着你。这位阴神前辈真是识人不清。如果要是放到几年之后，妾身这次肯定就不肯亲自露面了。所以，恕妾身今日无法招待。帝释前辈，放心，不会让几位小郎君久等的。休想！长天雷！师傅是个假阴尸鬼，没完没了。好啊！出国未到这么多年，头一回撞见红衣厉鬼，赚大发了！几位施主退后，我们来对付他。多谢道长相助。小伙子，现出真身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人来可充之，鬼来可作山。千邪弄不出，万邪弄不开，奇迹如律令。妾身还以为你要使出什么神通，结果竟然只是这种不入流的歪门邪法。小伙子，还没结束！
你有办法带我们出去吗？你们中了那鬼物的术法，已经走上了黄泉路。我强行带你们出去，说不定会重创你们的肉身和魂魄。神会消散，道气长存，不起作用。这些灯笼并非普通的鬼火，只要灯笼亮着，任何术法都会被镇压。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争取机会了。我明白了。小伙子，小妖，坚壁鬼物，贫道这一次就替天行道，要你五雷轰顶！老瞎子，刀法不精，妾身就让你晓得什么叫做锥心之痛。吃香！师兄，九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血为鱼雨，气为雷霆，气气如律令。你到底是神是鬼？老瞎子，你太让妾身失望了。你如此贼喊捉贼，死了岂不是便宜了？你应该生不如死。陈平安，就是现在！别手印！云上朗朗，仙人指路。抓准了，浪着个毛，快走啊！啊，是谁呀？足见飞石，就是这里。没空陪你玩了，走。小师兄，快走！我去见老道人。走。休息啊！你们真以为逃得出我的掌心？都得死！不管怎么样，往南边走，只有那边没有高山阻挡。待在跟前。这片森林好像不对劲，小心！知道了，又出现了。走这边。好生俊俏，小姐的眼光真好。刘贵哥的龙。是小姐请来的客人，到底想怎么样？小姐只是想请几位郎君到府上一叙。陈平安，我还有2道剑气，杀他一次，迟了。小师叔。欢迎各位贵客登门拜访。你们可以喊我楚夫人，可惜我家郎君远游未归，只好由妾身招待你们。究竟要干嘛？妾身自然是要亲自为你们洗脸、抽筋、追星，尽地主之谊了。几位真的不见了？看来
还是要切实心思眼界了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，可当我被我的狼群俘虏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。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我向你剑之会退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，可当我被我的狼群俘虏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天底下的读书人全是负心人，全是负心人。剑之会退。深藏自己者，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好一个风采卓绝的陆地剑仙！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狼君嘴里的读书种子会不会在泥土里开出花来？这具尸骸已显出金枝玉叶的中武境气象，连此等高手都惨遭毒手。要不也把你们的头颅摘下来，种在我的花园里？无根浮萍而已，不值得夫人费心。我以前最喜欢读书人了，可我最恨负心郎。你想跟我切磋剑术？在此方地界，你能奈我何？这么用，难怪阿良说，炼气士这条修行之路中，以剑修最潇洒，杀力最大，最不讲理。臭娘们，给我出来！敢动那群孩子一根汗毛，我就打断此地的山根气脉！还能动就不管若是真被那阴玄打断了此地山根，不但是绣花在内的3条大将，
还有北边的齐墩山、铁浮江、龙须河，有哪一方能够幸免于难？之前我已经劝过你，不要为难这些孩子，此刻又何必这般？楚夫人，再接我一剑。风雪命未尽，可以了。哼，是神仙台未尽才对。不愧是东宝平州最年轻的上5境剑仙。哼，你是不是墨家的那个谁？我听阿良说起过你。大黎京城守门人墨家游侠许若，不知魏剑仙此次赶赴大黎，除了解决今日风波，可有其他想法？若是没有其他想法会如何？有，又会如何？若是趁着大黎局势动荡另所图谋，那么在下便会挡在这里。亲自试试看魏剑仙的剑到底有多快。你不必担心，我这次北上是受阮师之托，护送这些孩子去往大理野夫关，并无他意。是想不到。阿良嘱咐，刀务必物归原主。陈平安，这里可否让我来处理？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楚夫人，事已至此，该拿出点诚意来了吧？这位仙师，小道有2个徒儿被楚夫人留在府中做客，能否让小道带着离开？小道只怕徒弟们粗鄙顽劣，会不小心坏了楚夫人的规矩。楚夫人，能否放心？楚夫人，这位大人要跟妾身秋后算账。楚夫人不用说气话，我并无此意。你为大黎看护山水，延续国祚，大黎宋氏感恩于心。可滥杀无辜书生一事，总有一天会传到陛下的耳边。到时候，再多的情分恐怕都不好使了。哼，数10年来，我帮你们大黎压制神水国残余气焰，你们大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或许我杀人泄愤，怎么今天就不行了？不只是今天，今后都不行。我如果再听说有人在此地消失，定会登门拜访，将夫人亲手带回大理水牢。楚夫人，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都不希望有那么一天。我可以保证不残害过鲁书生，但是，一旦我无意间看到那些吟游山水的读书人，未必控制得住自己。到时候你我各凭本事，后果自负。韩大人，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不用藏藏掖掖了，你就完整的告诉他，好平息他的怨气。至于泄露此事的任何责任，都算到我的头上，不必担心朝廷怪罪。有情皆苦，楚夫人，你的郎君其实并未辜负你的真心，是大黎朝廷为了顾全大局，生怕你离开此地气运紊乱，所以始终不曾告知你真相，故意让你误会了那个书生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我？谁让我是3岁小儿？我知道了，他若是爱上了谁，就一定是真心喜欢了。
那你可曾知，后来他在观湖书院被人联手捧杀，一夜之间声名狼藉，最后失心疯了。疯了？他是大理第一位靠自己的本事考入书院的读书人，自然引起了大隋高氏和卢氏王朝的诸多设计陷害，诸多手段环环相扣，让他以为只差半步就会成为大理第一位被儒家学宫认可的君子。知情二字，往往与辜负为离。如果说之前的坑害涉及两国之争，那么最后将书生逼到死路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，恐怕就是读书人之间的义气之争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不是真的！这不是真的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山水正神，
所以才执意要成为儒门贤人之上的君子。如此一来，将来返回大理，才有底气跟朝廷讨要一个明媒正娶。楚夫人，斯人已逝，但有来生，放下这份执念吧。此番必取功名于庙堂，立志业于千秋。莫道前路迢迢，莫问别期几何。你我山水相逢，便是重逢。为情所困，见不得出。儿女情长，比剑气更长。阿良说魏晋酒品很差的，看来他真没准应。阿良前辈，真是个好前辈。要是没有他点拨，我还跻身不了玉璞境。可是他也真不够意思，我想让他做师傅，可他却说我性情太愚，行事太软，出剑太慢。让我做徒弟的话，他丢不起这个脸。别人都说我魏晋有福缘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越有福缘的人，却往往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你说对不对，陈平安？魏大剑仙，或许正是因为你福缘深厚，才更难以割舍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算了，你福缘这么浅，又怎么会懂？魏大剑仙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说她那么美，又怎会说出那么无情的话？她说我魏晋无论将来修为是高是低，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动心。贺小良，我最后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便是。你最讲缘分，如果有一天你终于遇上了与你有缘之人，哪怕你内心并不喜欢他，会不会为了所谓的大道依旧，跟他结为道侣？会。也是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是我自讨没趣了。世间唯有情字，最不讲道理。罢了，我不能送你们去野夫关了。剑气长城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阿良前辈说，那里正值100年一遇的大战，绝对不可错过。没事的，如果那边的事更重要的话，前辈就去吧。像今天这么大的意外，不会再三出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虽然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缘由，但阿良肯将这些孩子托付给你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这块玉牌送给你们，以后一旦遇到危险，只要灌注真气，然后对着他说话，松手后，他就会向自己的宗门发出求救。那如果遇到今天的情况，他当真飞得出去吗？
你大可放心，哪怕是10境修士的圣人地界，也困不住他。记得收好。哦，这5个泥人送给你，谢谢你一路帮我照看毛驴。走了，希望你们一路顺风。走，老伙计，今日一问见。再见。魏大界限，愿你此行顺利。再见。小伙子，这是你的缘分，为师拿不走的。真拿了，反而不是好事，你可得收好了。还真收啊，都不给师傅看一眼。反正石头已经是我的了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哎呀，你们2个福气真不错呀。这么多年，师傅总嫌弃你们2个出身不好，来路不正。不料回头看来，倒是师傅灯下黑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鬼上身了？九儿都不认识了。哎，九儿啊，之前师傅答应1年之内不收福全，现在跟你商量商量，从1年改为半年，如何呀？师傅这趟给那女鬼狠狠打了一顿不说，饭子上还少了4个字。你们做徒弟的就不知道心疼心疼师傅啊？哎，半年就半年吧。师傅，那幅搜山图可是师门的宝贝，就这么送出去了？傻丫头，这些孩子没一个省油的灯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顺水推舟就能当好人的事儿，为啥不做啊？师傅的算盘都打到天上去了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了。这人生的际遇，就像河面上的一个旋儿，转着转着，总会重逢的。你们呀，好好修行，将来总有再见的时候。一剑破万法，这就是剑修的威力吗？我宁瑶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剑仙。
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弟子崔东山拜见师父。哎呀，陈平安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碑文上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。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叫崔东山，我叫陈平安，墓碑只会有一块，谁活下来谁帮忙写对方的名字。哎呀，我晓得先生您老人家不放心，你可以考察我一段时间啊。我修为如今的确不高，但见多识广，学问可是有这么高呢。先生慢点走，先生。我对大隋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此行有我没我，那必是天壤之别。要不要看看拜师礼再说？责备精怪图，这5件修士游历天下，几乎人手一册，我这一册更珍贵，天然孕育出5、6种精美。还有这面雷布斯阴镜，挡得住天下最大剑仙的剑气。笔是藏着一条吃墨鱼的紫管笔，用完之后无需清洗，小鱼儿会自行帮忙吃干抹净。墨是3锭松涛墨，以手指轻敲就会发出松涛阵阵的悦耳响声。只是今世间，一国皇帝敕封山川神明用上此纸，才显正统。压箱底的是这把半死不活的本命飞剑，它品相极佳，锋利无比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后继者养炼剑气，球拿来就能用。陈平安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拜师，我可以发誓，如果我对陈平安有半点坏心，就天打5雷轰。不行。陈平安，我如此心诚，你再这样，拜师礼就要减半了啊！玉簪怎么见了？看来是老头子收回去了。你们之前难道没有遇上一个穷酸老秀才？他就没有跟你讲清楚大致缘由？好，你可以不信，杨老前辈的话你总该信了吧？那边的鬼屋碾碎棋子，自有你们这种家伙能看懂的阴语暗义。看完帮我这么清白。杨老先生特别嘱咐，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，生死相关，不敢对你心怀不轨。所以于路、谢谢，你们都是卢氏王朝的刑徒遗民，曾经也是书院的学生。他们出身贫苦，身世可怜至极，多亏了我出手相救，不然早就死在山里了。哦，那他们可以加入，但是你不行。为何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被人当狗遛呢，还看不出来？要不要我帮你？等你当了陈平安的学生再说。陈师傅、陈大哥、陈大爷、陈老祖宗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陈平安，小师叔，今天所讲的是大礼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老头子，你到底要我怎样让我学陈平安什么？不是说呀！奇怪，明明已经入夏了，怎么还是暮春的样子？今年的春天格外漫长啊！先生，过了野夫关，就算离开大黎国境了。前方的黄庭国属于大隋的藩属国之一，前身便是上古蜀国蛟龙四伏之地。这里边的往事大有文章。先生，
先前没吹牛啊，有我没我是不是天壤之别？那，看在我家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，先生，如果有假货，我会让你一件件吃进肚子里。没事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哎，先生，先生慢点，先生，先生。幼稚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，水神老爷保佑！我问你，哎，先生，一枚金晶铜钱能换多少样雪花银？哎呦，能值那么一大座银山呐！雨露，别浪费了你一身气运，玉庙逢祠就拜一拜，这是与山水结缘的善事。嗯。这里一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无论是人是鬼，只要能够对出服众的下联，就能成为这老城隍的贵客。那咋样才算服众呢？扪心自问。夜深人静，良知清明，扪心自问，脱口而出。黄庭国的百姓都不拜神仙吗？拜，但拜的不是这一尊。有水神老爷保佑！有水神老爷保佑！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保佑我家事事顺遂！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滋水，所以这位寒食江水神几乎成了老天爷一般的存在。无论山上势力还是官府庙堂，都得看他眼色吃饭。当然了，水神老爷还有一位仙家长姐，不常干涉世俗王朝的事；还有一位老爷，早已大隐隐于市了。总之，这一家子心眼一个比一个多。你怎么对人家家世也这么了解啊？弟子圣贤书也读，杂书也看。那伙人是灵运派黄庭国10数座门派的执牛耳者，算得上是水神老爷的左膀右臂了，因此可以在这里横着走。先生这次来的可真巧，刚好可以赶上这场热闹——水神祭祀大典。小女资质愚钝，求先生不要带走她。求求了！娘，我不要去！孩子，别不知好歹！我家大师兄见你闺女资质不错，才破格选上山。这种机缘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敢拒绝？仙人老爷方方慈悲，我家小女不成事，只会碍了各位仙人的眼。我这有些银子，还望仙人笑纳。师兄，这妇人颇有些姿色，我能不能……母女团圆。别跑！无耻！呀，这也不错，正好凑一对。大师兄！那人真勇啊！闪开，闪开！开！我是本郡郡守卫理，何事喧哗？魏大人，这群宵小公然干涉我派祭祀，还出手伤人，望大人秉公处理。
你们的护蝶呢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黎王朝龙泉县来的游学文士啊！是他们个人先告状。没事了。如今大理秣马厉兵，说不定明天皇庭就会国灭成舟，万不可给大黎南下提早送个口实。啊，县长是要去大水府进礼吧？莫染了晦气，此事交由我处理，可好啊？有劳。眼下正值寒食江水神大典，各派仙家汇聚在此，还望诸位小夫子入乡随俗，莫生事端。官府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大黎之外皆如此，要么不敢管，要么当柴为虐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我娘烧菜可好吃了。不必不必。终于吃上山珍海味了，天天喝鱼汤吃腌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小叔叔，你别听他的，你烧的饭也很好吃，不比老板娘差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们。我们走啦，再见。崔斗山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一锭银子不是你先前买那包货的银子吗？看在我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呀，我分明付过钱了，可银子自己长脚，非要跑回来找我，我也很为难呢。啊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我要是有了它，那走遍天下都不难了。这叫重银，许多王朝的大型银库都未曾出现过这么多块头的，而且它水火不侵，哪怕被切成碎块，也能很快复原。想不想要？想，有了这个，我以后天天带着陈平安他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还是算了，吃饭付钱，不能赖账。人家好心好意收你东西，你先收下来再说。至于如何使用，以后再按照规矩来。啊，太好了！嘿嘿，哎，开国元老，你收了我这么大好处，能不能想点法子，让陈平安收我为徒啊？你小屁事！反正现在他是我的了。哎，真是常年好打鹰，给鹰啄了眼。崔东山，你说的那间客栈，真的在这里头？这座秋卢客栈，因为是城隍阁的原址，里头有一口灵泉，所以被一座仙家宗门看重修建而成。入住其中对修行大有裨益，算得上是顶级奢华的客栈了。如今林守义已经踏上了修行之路，入住其中，一定好处颇多。那很贵吧？一晚也就2000两银子吧。2000两？崔东山，我能不能向你借点银子？利息你来定，将来回到龙泉县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
陈平安呐，哪怕你背着一座金山银山，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？至于如此殷勤吗？不行就算了。啊！哎呀，师傅向弟子要钱，天经地义啊！说什么还利息？哎，还本钱就行了啊！奴家刘佳慧是这间客栈的老板娘。我们秋庐客栈有3大招牌，其一是你们刚刚路过的行云流水巷，其二则是明月影地，里面的精美能够随着月相变化形态，其三自然是灵气充足的老水井。这座青鹿院是秋庐客栈的天字号院落，闲时可以在那座止步亭里吐纳灵气，生长的仙果也可以随意采摘。但是老水井那边不对外开放，希望你们谅解。啊，当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爹娘和姐姐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哎，我的重银呢？蔡九山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整整2000两银子，就为了在这里住上一晚？你陈平安是郡守老爷的儿子，还是了不起的皇亲国戚啊？哎呀，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滋味儿，不好受吧？啊？你说林守义会不会把你的私人腰包当成共有财产啊？对财务早有概念的他，在一番利弊权衡之后，觉得自己亏了，才朝你发火。怎么，缺斗士跟搅屎棍儿？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比如我用重银买下那一堆破烂儿，看似他财货两空，实则那摊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棍。我若是给了他真金白银，他定会赌到家破人亡。崔东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跟我下套，但我想不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好处嘛，曾经有一个比你稍大的少年，藏着一枚刻着“天下迎春”的印章。陈平安，收我为徒的话，好处可太……你铁了心不收是吧？那我这个搅屎棍就搅到底！原来印章中的蕴含之物已经重归天地了，难怪今年宁武春如此漫长。陈平安，虽然你我的命数被捆绑在了一起，但事公算计还是人心赤纯，我非要争一争这大道。长路漫漫，博弈许许，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嘿嘿，啊，好哎！娘，要下雨了。来，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哎，陈平安，你干嘛去啊？林守义没啥坏心思，你别一拳打死他了！你到底去哪儿嘛？凌云派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他们祖师爷和水神有发迹之恩，就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当真以为本官不敢治他们的罪？我的郡守大人，能不能坐下说话？你再这么晃荡下去，奴家就要眼花了。佳慧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，我为这些山上势力擦过多少回屁股？可我黄庭终究国小羸弱，经国君敕封的山水正神屈指可数。因此，我即便知道那些山水正神与朝廷貌合神离，也不得不竭力讨好他们。今天街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实在不行，大不了我搬出师门势力，跟凌云派这条地头蛇掰掰手腕。幼稚！
以后呢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。衣食无忧，太平度日，对老百姓而言何其难也！旱涝蝗灾，哪一次不是饿殍遍野？我求水神老爷，希望他尽可能将气运多节留下在自己的郡内。而这些年来，他们犯下的那些腥臭恶事，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尽力安抚。那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灾厄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如果你这个郡守官身是在大黎王朝，不得胡说！若真是被大黎蛮夷一统北方，必是我保平州北方斯文正脉的断绝之日。你要真是铁骨铮铮，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剿了大水府，再上书朝廷，另行册封水神？大人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受的委屈，但不这么做，水神又如何能帮你坐上那刺史的位置？身在局中，公欲几分，私欲几何，难骗。我没有骗你吧，我的水神大人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堪称绝世美味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他们。姐姐，你们紫阳府的消息当真可靠？我告诉你，那伙人中一身龙气的家伙，正是覆灭的卢氏王朝太子。姐姐，那怎么你就不想破开金丹境的瓶颈，甚至突破至元婴境？难不成真要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百年千年？你是不是害怕父亲哪天饿了，就拿咱们填补肚子？想想咱们其余7、8个兄弟姐妹是怎么死的，就不怕我帮你收尸的时候东捡一块西拾一块？我劝你远远秀秀得了，别动歪心思。我又不傻，如今这座天下，儒教圣人订立的规矩越来越繁琐，你我这些蛟龙都要把头压着才对。权衡利弊，谋定而后动的道理我懂，不过我手中的那把刀就不一定了。生意上门了，怎么不欢迎啊？要干什么？接下来就轮到那伙倒爹了。水神老爷说，今晚就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水府的家规。嗨，你说，在咱这黄庭国，神法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娇女。更何况在黄庭国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理国法人情，只有一条800里寒湿江途经8郡3州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。大哥哥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。哎，我猜猜啊，你应该以为我这般高手不会走那街头对弈的卑鄙路子，才输的吧？但是从来没有规定身份应该跟所作所为相等，不是吗？这个不讲道理的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他也一样。没想到，外面这世道，做了神仙就不当人的畜生太多了。